春天到了，天气慢慢暖和了。很多人一说到春天，可能会想到去旅游、散步、看花。但在中国，每年这个时候，很多家庭会做的第一件事，却是去墓地看望已经去世的亲人。我们把这件事叫扫墓。而这一天呢，叫清明节。你们听到这个会不会觉得很奇怪？为什么在春天这样一个很美、很舒服的季节，中国人会去扫墓？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时候去怀念过世的亲人？对中国人来说，清明节很特别。它一半是告别，一半是新的开始。今天这期播客，我想慢慢带你了解这个有2000多年历史的中国节日。你会发现，清明节不只是去看望去世的亲人，它也和春天、家庭还有生活的继续有关系。清明节一般在每年的4月初，这个时候中国北方基本不会再下雪了，南方也开始暖和起来。春节已经过去，大家也已经回到了工作和学习当中，所以清明节像是一个特别的时间，让大家可以从忙碌的生活里停一下，和家人一起回家，一起出门，也一起去看望已经离开的人。所以你发现清明节在中国其实会做2件事情：扫墓和踏青。先说扫墓，很多家庭会在清明节前后选一天，一家人一起去墓地，一般会很早出门，因为这几天去扫墓的人很多，路上可能会堵车。墓地里也会有很多人。到了墓地以后，大家先把墓地打扫干净，擦一擦墓碑，收拾一下周围的树叶，然后摆上去世亲人喜欢吃的点心、水果，有的时候也会带茶和酒，陪他们坐一会儿，和他们说说话。虽然他们已经不在了，但对很多中国家庭来说，这样的时间还是很重要的。大家觉得好像家里的人又见面了。这也是为什么中文里叫扫墓，因为我们不只是去看一看，还会打扫一下、整理一下，也会安静地陪一陪他们。这就是里面最深的感情。不过清明节不只是怀念，扫墓结束之后，很多家庭不会马上回家，而是会顺便去附近走一走，看看春天的风景，或者和亲戚一起吃顿饭，聚一聚。这就是中国人常常说的踏青。也有人会说叫踏春，因为这个时候天气正好，不冷也不热，草绿了，花也开了，最适合出去走一走。所以对很多的中国家庭来说，清明这一天很自然，早上去看望离开的人，然后再和身边的家人一起吃饭、聊天、看春天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说清明节一半是告别，一半是开始。如果从假期来说，清明节也是很多人特别期待的
一个小长假。因为春节以后，大家常常已经忙了很久，身体和心理都很累，所以希望能有几天时间可以休息一下。那清明节虽然不像春节那么长，但时间来得好，加上这个时候春天已经很明显了，所以很多人会用这个假期回家扫墓，或者开车去附近玩一玩。那在中国清明假期的时候，高速公路一般也会是免费的，这样大家回家扫墓、出去玩就都方便。所以你看，清明节它不是一个伤心的节日，它是中国人生活节奏里一个温柔的停顿。说到这里，你可能会好奇，中国的墓地是什么样子？很多中国的城市，特别像北京、上海这样的大城市，墓地一般都在郊区，而且常常在风景比较好的地方。上周五的视频中，我有分享过一张照片，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。因为位置不错，自然环境也好，对很多家庭来说，扫墓以后在周围走一走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。当然，现在很多中国人的想法也在慢慢变化。以前呢，很多人觉得一个人去世了，一定要有自己的墓地，因为那是他离开以后住的地方。但是现在，越来越多的家庭不那么坚持了。比如我的姥姥、姥爷就没有墓地，他们以前自己说，把骨灰放在墓地里，你们可能一年只会来看一次，不如把我们撒到大海里。你们想我们的时候就看看照片。所以你看，现在中国人对清明节的理解也在慢慢变。重要的可能不是一定要有个墓地，而是你有没有记得他们，有没有想念他们。清明扫墓还有一个传统，就是烧纸。很多家庭以前会买一些纸钱，然后用火去烧掉它。大家相信这样做可以把东西送给去世的亲人，希望他们在另外一个世界也能过得好一点。这是一个很传统的做法，也是一种感情。不过这些年，越来越多的地方开始鼓励大家不要烧纸，而是送鲜花。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保护环境，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安全，避免火灾。所以现在很多人去扫墓的时候会带上一束鲜花，用更安静、更现代的方式去怀念自己的亲人。说到花，这里还有一个有意思的文化小细节。你的国家扫墓的时候送什么花？在中国最常见的是菊花，而且是白色和黄色的菊花。所以在中国的文化里，这两种颜色的菊花和人去世、扫墓、怀念亲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。也就是说，这不是一种适合平时送人的花。所以，如果有一天你去中国人的家里做客，或者你喜欢一个中国的女生，送花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哦，不要送白色或黄色的菊花，因为你本来想表达你的好意，但是对方看到后可能会吓一跳。除了扫墓，清明节在一些地方还有特别的食物，比如中国南方很多的地方会吃一种东西，
叫青团，它是绿色的，用一种草汁和糯米做成，里面会包着不同的馅，有甜的，也有咸的。因为它的颜色像春天，所以很多人一看到青团就会想到，清明节到了。我呢是北方人，所以小时候家里过清明节的时候，并没有固定一定要吃的东西。后来青团越来越常见，北京也能买到，慢慢的也变成了我们家在清明节的时候会吃的一样东西。你看，这也是传统很有意思的地方，它不是一直都一样，它也会慢慢的变化。说到这里，清明到底是什么？它当然是一个去怀念去世亲人的节日，但它又不只是怀念，它在提醒我们活着的人，春天来了，家人还在身边，生活还要继续。对很多人来说，这两件事情并不矛盾，因为我们知道生命会结束，所以我们更加珍惜家人在一起的团聚，也更珍惜眼前的春天。我想这可能就是清明节最特别的地方，它不热闹，不夸张，它把思念、家人和春天放在了同一天。我们一边在和过去告别，一边在慢慢地走进新的季节。在你的文化里，怀念去世的亲人是更安静的方式，还是更热闹的方式？你们会送花吗？会和家人一起去吗？可以在评论区分享和我说说你那里的传统。如果你喜欢这样用真实的内容慢慢理解中文，了解中国，也欢迎继续收听我的节目。我是 Coach 天，下周我会继续用真实内容陪你一起把中文读懂。我们下期再见。